朋友們，你知道嗎？空腹的時候，这10樣別亂吃，也別亂怕。最近看到這樣一份固定的空腹禁忌清單，宣稱10樣食物，只要肚子是空着，就絕對不能碰。第一種，辣椒，腸胃健康的人不用完全忌口。很多養生文章直接把辣椒列為空腹禁食食物，但辣椒並不是对所有人都会造成胃痛，不是。辣椒中的辣椒素会刺激胃酸分泌，當胃部沒有食物緩衝時，刺激感就會被放大。如果平時就容易燒心、反酸、胃食道逆流，一大早上吃麻辣重辣的食物，很容易加重灼熱感與消化不良。對於腸胃強健的人來說，少量辣椒並不會帶來傷害，不需要完全忌口，關鍵在於個人耐受度。如果你吃完辛辣食物之後胃部明顯不舒服，就盡量避免空腹食用，不要拿自己的腸胃去測試。第二，山楂，少量無妨，大量空腹食用風險升高。山楂的口感酸甜，不少人覺得空腹吃可以開胃助消化。山楂含有豐富的有機酸，如果一次性大量空腹食用，胃酸敏感的人容易出現反酸、胃部刺痛、噁心反胃的症狀。健康人偶爾吃1-2粒並不會產生問題，但本身胃部已經發炎、經常胃酸逆流的朋友，建議改成飯後少量食用。飯後食物可以稀釋酸性物質，減少胃部刺激，吃起來會舒服很多。另外，沒有成熟、澀味很重的山楂，鞣酸含量更高，更不適合空腹大量吃。第三種，香蕉。長期以來流傳一個說法，空腹吃香蕉會造成鉀離子過高，傷害心臟。這個說法並沒有可靠的科學證據支撐。一根普通香蕉含有碳水、膳食纖維以及鉀元素，對於健康成人空腹吃完全安全。只是香蕉以碳水為主，單獨當早餐吃，飽腹感維持時間很短，很快會感覺飢餓，血糖容易快速上升之後回落。我們可以搭配雞蛋、無糖酸奶或是一小把堅果，搭配成營養均衡的早餐，能量供應會更加平穩持久。而腎功能異常需要管控鉀攝取的人群，則要控制香蕉的食用分量。第四，柿子。柿子大家也非常的愛吃，偶爾空腹吃1顆成熟的柿子，絕大多數健康的人都不會出現問題。真正的隱患來自大量連續食用，尤其是帶皮一起吃。柿子的鞣酸大多集中在果皮，空腹胃酸濃度高，大量鞣酸和胃裡的物質結合，有可能形成胃結石。做過胃部手術、胃排空速度慢、咀嚼不充分的老年人，發生胃結石的風險相對更高。吃柿子，挑選完全成熟、去皮食用，控制好分量，就可以大幅度降低不必要的風險。不必看到柿子就完全不敢嘗試。第五，豆漿。早餐很多人都喜歡喝豆漿，因為它的營養也非常豐富。但是你知道嗎？一直流傳一句老話，空腹喝豆漿，蛋白質會被當成熱量消耗掉，等於白白浪費營養。這個說法其實缺乏足夠的營養學依據。豆漿本身就是很好的植物蛋白來源，作為早餐飲品完全合適。真正需要留意的是2類人群：容易脹氣、對大豆過敏的人，飲用後可能腹脹不適；糖尿病患者要優先選擇無糖豆漿。含糖豆漿會造成早餐血糖快速飆升，根據自身身體感受選擇。豆漿是性價比很高的早餐飲品。第六，蜂蜜水不存在神奇排毒養胃功效。很多朋友都覺得蜂蜜水好像這兒好那兒好，其實呢並不是。很多人喜歡空腹1杯蜂蜜水養生，認為可以養胃排毒。客觀來看，蜂蜜的主要成分就是果糖與葡萄糖，吸收速度很快，大量空腹飲用只會額外增加糖分攝取量，不存在特殊的排毒功效，也無法修復胃部損傷。血糖需要控制的人群，一定把蜂蜜計入全天糖分總熱量，不要長期每天空腹喝高濃度蜂蜜水。想要晨起補水，1杯常溫白開水就是最理想、零負擔的選擇。第7，酸奶能不能空腹吃？很多人都喜歡喝酸奶，對我們的腸胃也很有好處。
但是你知道嗎？酸奶並不是統一的空腹禁忌。經過發酵之後，一部分乳糖已經被分解，不少乳糖不耐受的人喝酸奶反而比喝鮮牛奶更容易消化吸收。但每个人反應不同，如果空腹吃完酸奶之後，反覆腹脹、拉肚子、腸胃絞痛，就不要空腹單獨喝，可以搭配主食一起食用，或者挑選專門的無糖發酵乳品。腸胃狀態穩定的人，空腹吃無糖酸奶完全沒有問題。第8，茶。早上很多人都有喜歡空腹喝淡茶、溫茶的習慣，多數健康人不會有異常反應。真正的問題來自高濃度的濃茶，濃茶含有大量咖啡因，空腹狀態下容易引發心悸、噁心反胃、胃酸上湧等不適。本身容易反酸、胃部敏感的人，起床之後不要直接喝濃茶，哪怕淡茶都盡量少碰，可以先吃一點早餐墊墊肚子，再喝溫熱的淡茶，這樣對身體的刺激會更小。不建議空腹飲用冰紅茶、加糖奶茶，額外添加糖也會干擾血糖的穩定。第9，白酒。無論體質好壞，盡量不要空腹飲用。酒精這一項不屬於民間養生謠言，是明確需要嚴格避開的習慣。空腹喝酒的時候，胃部沒有食物阻隔，酒精吸收速度大幅度加快，短時間血液酒精濃度快速上升，更容易喝醉。同時，酒精會直接刺激胃黏膜，增加胃部不適的風險。對於糖尿病患者來說，空腹飲酒還有誘發低血糖的危險，會帶來頭暈、出冷汗等一系列症狀。無論酒量好不好，喝酒前最好吃一些主食、肉類，保護腸胃，盡量杜絕避免空腹飲用酒的行為。第10，冷飲。不用全面禁忌，觀察自己的腸胃反饋，並不是每個人都不能空腹喝冷飲的。冰鎮飲料、冰水並不是所有人的空腹黑名單。有的人腸胃健康，早上喝冰水，身體沒有任何不適，但腸胃虛弱、容易腹痛、腹瀉的人群，低溫刺激會造成腸胃平滑肌痙攣，引起胃痛、拉肚子。如果你每次空腹喝下冷飲之後，都會感覺身體不適，那麼就換成溫水或者是溫熱飲品，不需要強迫自己跟風喝冰水，也不用完全禁止所有人飲用，一切以喝完之後身體的反饋作為一個標準。所以說呢，我們平時這10種食物不用避而遠之，並不是每一項都是空腹禁忌，這和我們本身的體質還有生活習慣有很大的關係。由於我們的體質差異和習慣的差異，所以說適合別人的早餐未必適合我們自己。飲食健康最核心的標準就是吃完之後胃部舒適、情緒穩定、體力可以維持很久，不會很快感覺到飢餓、疲憊。所以說哪些食物能空腹吃，哪些食物不能空腹吃，完全取決於我們自身的身體條件、自身的身體情況。那麼你平時喜歡空腹吃什麼呢？歡迎打在評論區。